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期咖啡冲煮视频。同一只豆子，别人冲煮出来的咖啡好喝，为什么你冲煮出来的咖啡又苦又涩呢？在咖啡冲煮之前，我们首先要了解咖啡冲煮的几个要素：一、咖啡的烘焙度；二、咖啡的冲煮水温；三、咖啡的研磨颗粒大小；四、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冲煮器具；五、水与咖啡粉接触的时间；六、咖啡粉水比例；七、注水的舀流力度。以上这几点是咖啡冲煮之前必须要了解的基本因素。同一只豆子，两个人冲煮出来的风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，但风味口感应该是相对很接近的。整体来说，应该差异度并不是那么大。如果别人冲煮出来的咖啡酸甜口感优越，余韵悠长，醇厚度高，而自己冲出来的咖啡又苦又涩，口感偏薄，酸质不好，那么可能就是在冲煮的过程中对冲煮基础因素把控不好所导致的，例如焖蒸时间、注水舀流的力度等等，都会导致咖啡萃取不足或过度萃取。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？这就要在冲煮之前对咖啡冲煮的几个要素逐一了解，设计出一套冲煮方案。烘焙度深、研磨度细、水温高、粉水接触时间长、舀流力度大，这是造成咖啡过萃的原因，反之则是造成萃取不足的因素。咖啡过度萃取的现象是，咖啡可能会有比较高的浓度，但是会带来强烈的涩感以及苦感。这种苦感它是粘附在舌根久久不能散去的，这是属于多酚类物质的苦感，来源于梅纳丁、咖啡因等。如果苦感在嘴巴里面残留的时间短，并且马上带来一种甘甜感以及强烈的回味，那这种苦是属于正常的，是咖啡烘焙过程中有机物质高温降解的聚合物。涩是咖啡在萃取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，涩感来源于咖啡的绿原酸、奎宁酸，这与生豆的本身以及烘焙手法都有可能有关系。但是萃取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，过度的萃取此类物质也会产生涩感。如果别的咖啡师在冲煮出来的咖啡并没有涩感，那么可能就是自己在冲煮过程中控流技术掌握不恰当所产生的。咖啡在冲煮的时候，注水的高度以及药圈的速度，注入的水流是否平稳，也是导致咖啡萃取出来的风味以及口感比较关键的因素。因此还需要留意在注水的过程中，水流是不是从咖啡粉层中心部位进行萃取的。如果咖啡的萃取它并不是从粉层均匀萃取的话，那么它可能会形成一种现象，粉层厚的地方会造成萃取不足，出现尖酸，风味不明显，口感寡淡。粉层薄的地方就会出现萃取过度，有强烈刺激的苦涩感。因此为什么有些咖啡喝起来感觉又酸又苦又涩，但是它并不是那么的浓郁。这种现象就表明咖啡的萃取过程中，咖啡粉有一些地方它是过度的萃取，有一些地方是萃取不足。当喝到一杯尖酸又苦又涩、回味余韵并不悠长的咖啡，就要考虑在冲煮的过程中对注水舀流的力度把控是否恰当，注水是否稳定。这时需要重新去考虑你的冲煮手法，来避免咖啡的过萃与萃取不足的情况发生。这一期咖啡冲煮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有疑问请留言，欢迎大家分享传播，谢谢。